1993年，香港上映了一部奇幻电影《青蛇法海》。在降妖的时候，无意中见到了孕妇的身体，从此内心躁动，再也不能平静。为了坚定佛心，他让青蛇帮助修行，两个人在水潭里面斗法，大战300回合。法海化身了一条灰蛇，跟青蛇亲密纠缠在一起。突然之间，水面上热气蒸腾，就像温泉一样冒起了水泡。青蛇伸手到法海的胯下一摸，大笑说道：“你输了。”这段唯美又意味深长的画面，隐晦地描述了一个神秘的场景——双修。这不是普通的亲密行为，而是一种神秘的修行方法。它被称为双修，又叫双生法、双运法、乐空双运欢喜佛法、男女和合大定、阴阳和合禅定、秘密大喜乐禅定等等，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修行方法。这种修行法在藏传密宗本尊神欢喜佛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藏传佛教有4大传统教派，也就是宁玛派、萨迦派、噶举派和格鲁派，他们都有双修法的隐秘记录，但其发扬光大是被一个叫做无上瑜伽部的密宗性流派推动的。从无上这2个字可以看出来，他们自认为高于其他流派，是密宗的最高阶段。无上瑜伽部认为，人的身体里存在着气脉和明点，气又叫做风，是一种生命能量。类似中医所说的气脉，是气在身体中流行的孔道，贯穿整个身体，形成了中脉、左脉、右脉3大主要的通道。3大脉道再形成了7个脉轮，最后分支成12000个脉的支道。明点是一种生命力的精华。无上瑜伽不相信人的身体里面存在2种明点，其中红色的明点代表血由母亲而来，白色明点代表精子由父亲而来。当男人和女人进行交合时，有利于修炼人的气脉和明点，使之导入身体的中脉，达到快速成佛的目的。这就是双修法备受推崇的原因。有缘人，欢迎来到静心思维频道，祝大家健康安泰，福星高照，一切顺利。今天，让我们揭开双修的神秘面纱，它可能会颠覆你对修行的认知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这段不同寻常的旅程。双修这个词听起来神秘又禁忌，它是藏传佛教中一种特殊的修行方法，就是借助男女之事来达到修行目的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双修地位很高，有些人认为它是成佛的捷径，特别是在无上瑜伽部更是备受推崇。他们认为这是最高级的修行方法。他们认为在双修高潮时，身体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，这时最容易领悟佛法真谛。但这种修行方法风险很大，如果控制不好，很容易走火入魔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尝试，只有意志坚定者才有资格修行。这些理论听起来很神奇，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现实中双修究竟是如何进行的。双修其实是个复杂的过程，它不是随意的男女之事，而是有严格规定的修行仪式。让我们一步步来看这个过程。
首先要选择合适的伴侣。在双修中，女性伴侣被称为明妃，选择明妃有严格标准，年轻貌美是基本要求，最好是20岁以下的少女，未经人事更是加分项。明妃分为几种类型，有真实存在的实体明妃，也有靠想象的观想明妃，甚至还有骤生明妃和空行母。初学者通常从观想开始练习。双修有4个阶段，称为4重灌顶。第一重是保平灌顶，这阶段只能靠想象，不能真刀真枪。修行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。第2重叫秘密灌顶，这个时候徒弟就要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，将辛辛苦苦寻觅的明妃献给上师使用。上师带着明妃来到一个特别的圆形场所，叫做曼陀罗，意思是坛场、圆坛、圣园，代表着修持能量的中心。修行者们修习秘密法事都要在曼陀罗上进行。在神圣的曼陀罗上，上师带着明妃进行男女大战的游戏。这种情况下，上师无需忍耐，可以尽情释放出小蝌蚪来。上师排出的小蝌蚪，明妃下体流的血，被称为甘露或者赤白菩提心、红白摩尼宝。上师将2种甘露混合在一起，让弟子服用。秘密灌顶的仪式就算完成了，相当于本上师检验完毕，徒儿你有资格上阵了。在藏传佛教里，还有5甘露的说法，非常重口味，分别是尿、屎、骨髓、男精和女血，以此为珍品，以求得上师的呵护，普通人基本都难以想象。第3重是智慧灌顶。秘密灌顶之后，上师会教导一种大热禅定的法门，也就是通过对身体内部进行细微的能量把控，进入深层次的安宁和禅定之后，修行者可以带着明妃进行不排经的男女双修，寻求禅定状态。这个过程叫做智慧灌顶。智慧灌顶和智慧手印有相同点，也有不同点。相同点是不能触动蝌蚪菌，不同点是智慧灌顶跟真人互动，智慧手印只能跟虚幻的人互动。在智慧灌顶的阶段，鼓励博爱广交，能者多劳。你要是能力足够强，最多可以跟9位明妃进行轮流交流，但要学会控制，不能释放欲望，目标是达到禅定状态。最后1重是圣意灌顶。藏传佛教的经典作品《十轮金刚序》认为，在男女双修达到高潮的时候，原本集结的脉轮会暂时松开，气会进入中脉，红白明点也会在中脉融合为一。这个时候，修行者将会处于一种大热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观想禅修，很容易进入心静如水的高级境界，甚至大彻大悟，跻身成佛。无上瑜伽不认为男女交合进入大定，所以叫男女和大定。又因为双修产生大乐，最终体验是一切皆空，而且由男女双方一起配合，所以又称乐空双运，男女和大定。乐空双运是即生成佛的主要途径。整个过程听起来很玄妙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，需要极强的自制力。
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。以上就是双修法的4重灌顶，从中我们可以基本看到双修的庐山真面目。四川有个作家谷子文出版过一本深入藏地徒步西藏10万公里纪实书，里提到一位叫基米亚的女子，她的经历道出了双修的真相。基米亚本是一个农村女孩，在14岁那年被40岁的金刚猪八看中，要她做佛母，也就是明妃。按照实际年龄，猪八当小姑娘的父亲都绰绰有余，但在那个不当政教合一、人人讲究奉献的年代，女孩子能把身子奉献给佛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情。小姑娘想都没想就点头同意了。猪八把基米亚带到一座大寺庙，献给60岁的老师大金刚鲁巴。鲁巴把小姑娘带到了密修室，进行明妃加持。大师说，你本是淑女之身，经过观空之后就是天女之身，随后抱她入怀，进行男女和合大定。基米亚说，在和合大定的时候，金刚不能动，把思想集中，进行大热体验。明妃主要负责动作，甚至还有明文规定，明妃要懂30多种和合大定的动作。这对于未经人事的基米亚来说，主导亲热的过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好不容易完成了伟大使命之后，小姑娘已经累到抽筋。大金刚鲁巴用拇指和无名指在她的下体内取出了红白2珠，让猪八咽下，然后手持金刚杵放在猪八的头顶，口中念叨诸佛为证等等，又进行了一番修行。细节的告诫就算受明妃礼毕了。紧接着，鲁巴充分履行了一个好师傅的责任，让猪八带着基米亚修炼，他在一旁当灯泡，边观摩边指导，直到满意收获为止。基米亚说，从成为明妃那天起，就进入了漫长的双修历程。40岁的猪八身体非常好，还练成了金枪不倒的神功，能坚持很久，经常让14岁的他招架不住，筋疲力尽。明妃也会生孩子，基米亚先后在16岁和19岁那年生了一儿一女。就在生第2胎那年，金枪无敌的猪八又找了一个12岁的佛母，随后飞飞复飞，飞舞完又再舞。到金刚猪八接班大金刚鲁巴的时候，他已经拥有了8个正式命名的佛母，直追中国封建帝王3宫6院的境界。而吉米亚生了2个孩子之后，就基本失去了双修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失宠了。他自己倒是看得很开，说生了2个孩子的女人哪有12岁的好呢？从此他靠教育孩子以及自学文化度日。对照佛母的经历，如果我们用世俗的眼光看，所谓双修，其实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性剥削，长者对幼者的剥削，男人对女人的剥削，强者对弱者的剥削，3位一体。这一点就连局中人吉米亚后来都想明白了。他说，根据我的体验，明妃参与和合，核心功能是帮男人产生大热。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运动了几10分钟，累得汗流浃背，哪还有什么情绪去感受大神的光辉形象呢？吉米亚终于领悟，所谓佛母，刚开始是无私奉献，后来是被虐待。大彻大悟之后，他向不丹国王写了一封奏章，
请求废除男女双修的传统，宣布和大定为非法。现在的藏传佛教各个流派都不再主张男女双修，而是鼓励出家的弟子用观赏的方式跟想象中的明妃修智慧手印。没有出家而且有配偶的居士，当然可以亲密接触，甚至出动蝌蚪大军。但世俗归世俗，夫妻生活就是夫妻生活，不能冠以双修的名义。因为你一旦入境，就触犯了禁忌，不但修行者要下金刚地狱，还会给你的上师带来短寿的风险。藏传佛教不再提倡双修，但依然有一些教徒和神棍利用这个概念引诱女信徒进行性犯罪，其中不乏名流大腕，比如著名的噶举派上师闯巴仁波切。在他死后，他的外国佛母戴安娜写了一本书揭露，他以双修法为由，跟多名女信徒保持着长期的两性关系。英国女作家坎贝尔也写过一本书，披露给上师卡卢仁波切当明妃的经历。就连全球畅销书《西藏生死书》的作者索贾仁波切，也被西方媒体爆出有性瘾，曾经性侵海外的女学员。连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挂羊头卖狗肉，可见神秘的双修大法有时候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表面上人畜无害，暗地里却伸出魔爪。所以所有的女性同胞，双修有风险，宽衣需谨慎，要警惕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骗子。你的身体，你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迷惑。对所有求道者来说，真正的修行在于内心，不需要借助他人身体，清净心灵才是正道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